百蟹缸2.0第101天，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过年好！翻了翻老视频，找出一些老斗蟹的素材来，咱们过年期间来个限时返场，再重新看这些素材。这些斗蟹当时是真的忙啊！你看前面一个忙着开蛏子，后面俩打架的，旁边还有一个在忙着开嘎啦，简直就是热闹极了。斗蟹呢，自从夏天的时候咱抓捕了一次，后面陆陆续续咱就再也没有抓到。也有很多小伙伴当时斗蟹多的时候让我把斗蟹全扔掉，结果后来斗蟹没了，你们都让我找斗蟹。可是天冷了，斗蟹再也抓不到了，要想再抓，估计得等明年夏天了。现在只能看一些这些库存的老视频，才能发现这些斗蟹是多么的有节目。抢着食物跑路的，夹着嘎啦跑路的，一边跑路还要抱的，两只再抱在一起还要抢一个螺的，更不要说还有这种3人行、4人行的。这些小小的斗蟹给咱们百蟹缸1.0提供了最多的素材。说实话，我也是非常怀念他们的。只是经常看咱视频的也知道，我去王各庄也好几次，就是没抓着。咱现在就立个 flag， 等天暖和了，咱们专门开一个百斗蟹缸，好吧？过年几天没更新，这百蟹缸2.0也没怎么打理。今天来一开灯发现，缸里最后的一只赤甲红凉了。我一看这个海胆在身上趴着，就状态不好，拿起来发现果然已经硬了，2个眼睛都被海胆吃掉了。然后我闻了一下，鉴定一下它是什么时候挂的，哦，好臭，应该是死了有几天了。这样的话，咱们百蟹缸里就再也没有大的赤甲红了。不过他们也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留下了很多缸里的蟹宝宝。现在整缸巡查一下，缸里是看不见有多少螃蟹的，因为缸里的螃蟹都在石头缝里躲着，而且现在主要以花盖蟹为主。再来看一下咱的海南螃蟹缸，这几天这个缸是纯养蛊的状态。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这几天没管它，也没喂食，所以嘛，那缸里肯定是有同事牺牲了。你们看这个大寄居蟹，它手里抱着啥？抱着它同事小寄居蟹的壳。至于那个小寄居蟹嘛，等我发现的时候只剩钳子了，可以说是装备碎了一地。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你们说我这个隔离盒是海洋棺材，我单独养的这个螺还活着，里面的这个山羊馒头蟹也好好的活着。如果我要不把它隔离的话，那变成碎片的肯定就是它了。这好几天没管，玻璃上的藻类都已经长得很厚了。因为这个缸的灯光我是调了自动定时，每天开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观察之前还需要先用磁力刷把玻璃清洁干净。又仔细检查了一下这个海南螃蟹缸里的情况，除了上次被干碎了这个陶罐，然后少了一个这个小寄居蟹，别的螃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你们看这个大寄居蟹螺壳里面藏了一个花纹爱结蟹，这哥们儿也是现在这个百蟹缸里个头最小的螃蟹了，我估计可能是被别的螃蟹追杀才躲到这个壳里去的。说来也奇怪了，这些螺壳上面的小海葵全都没了。这么说的话，这缸里的螃蟹有的还吃海葵呢。不是说这个海葵是法伤吗？没人告诉我它会被螃蟹吃掉呀。现在缸里是一个海葵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百蟹缸2.0里面这个花盖蟹可能是有点穷凶极恶了。我从这儿路过，正好发现这个公花盖蟹对着咱缸里最早怀孕的这个母花盖蟹好像是有点想法，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他这个想法好像不是那种想法，只是单纯的想把这个同事给吃掉。那这种事儿咱必须得干预一下，好不容易这个有个怀孕的母蟹，再让它给造了，那不就麻烦了。人工给它分离一下，为了防止它们继续吃同事，我化开了2只小鱼，并且处理了一下，先给这个穷凶极恶的螃蟹喂上。然后海南螃蟹缸里也不让它们继续养蛊了，扔个小鱼进来让它们分一下，别再吃同事了。这只花盖确实是饿了，平时我喂小鱼的话它们是不怎么爱吃的，结果今儿这鱼一放进来，这花盖就上来啃了。过年这几天都没给它喂食，估计是饿坏了。海南螃蟹缸里这几个螃蟹也把这个小鱼给分得差不多了，一人一块，吃得很开心。这大缸里我观察了半天，这个除了开头这只花盖啃了几口以后，陆陆续续并没有小螃蟹过来吃。我还寻思呢，这几天它们不饿吗？一转头就发现我的进水口上有好多的小碎虾，破案了，是我家老头趁我这几天不在，怕缸里的螃蟹饿着，整了点北极甜虾给他们吃。这没吃完，把进水口都给快堵了。缸里现在还有好多只这种1阶的花盖蟹，这个花盖其实和赤甲红是同一种，之前咱们视频也说过了。别看它现在的颜色是花盖的颜色，可能长大一点就变成赤甲红了呢。它这个个头也就比我的手指头大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看见这只怀孕的母蟹了，我就寻思拿上来观察一下吧，毕竟这好多天了，这母蟹怀的卵，我看了一下颜色都变了。你像之前它是黄黄的，现在仔细看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小眼睛，视频里可能看不太清，但我感觉这个虾卵很快就要孵化了。我之前查资料说这个螃蟹卵的孵化要2-3个月，这只螃蟹满打满算怀孕了也就1个半月左右吧。这么算的话，感觉是快了。你们视频可能看不太清啊，但我看的话，这些虾卵里面都有黑色的点点，就像小眼睛一样。我估摸着很快咱这个百蟹缸真的就能成百蟹缸或者是万蟹缸了。今天我还观察到了咱这个7星瓢蟹的进食，我一直以为它不爱吃肉呢，寻思它是吃枣的，没想到今天也啃上鱼肉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